少不读水浒，老不读三国。少年火气旺，容易反叛；中年善权谋，谋谁谁完蛋。水浒里既反叛又权谋的人物是及时雨宋江。自幼攻读经史，长成亦有权谋，恰如猛虎卧荒丘，潜伏爪牙忍受。从自述中不难看出，宋江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，家里有钱，读书上进，但就是做不了士大夫。既然阶级所死，不如杀人放火受招安。于是宋江大笔一挥，写道：“心在山东，身在吴，飘蓬江海漫节虚。踏实若随凌云志，敢向皇朝不丈夫。”一首反诗，宋江被迫走上曲线做官的道路，在而立之年落草为寇。到了水泊梁山，宋江做了一阵二把手。晁盖死后，他坐上第一把交椅，当了大哥。他打算做一场罗天大醮法事，超度大头领晁盖，为弟弟们祈福，顺便把聚义厅改作忠义堂，好让皇帝小儿看看我等赤胆忠心，看看我等兵强马壮。罗天大醮这晚，天上冲来一团火，直接散入正南地下。宋江命人掘开泥土，挖地3尺，刨出一块石阶，碑文写道：“替天行道，忠义两全”，以及梁山100单八将的座次和绰号。正所谓天命难违啊！水浒自此达到高峰，紧接着进入垃圾时间，接受朝廷招安，受命攻打方腊，最终宋江被皇帝赐毒酒了断，梁山聚义以悲剧收场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个天降祥瑞的时阶是宋江无用公孙胜策划的，还是原文所说的天注定？我更倾向于让宋江策划，座次与其说是天定人，不如说是人定天。也就是说，施耐庵把这宋江的手定下座次，再用怪力乱神的方式呈现出来。宋江表面当反贼，实则想做官，可他不能明说；施耐庵表面写天罡地煞，实则顾及官本位现状，他也不能明说。里外里2层皮，宋江、施耐庵都不能明说。而我讲了这么一大通，才讲到又一个政治正确，叫说一套做一套，也有叫如表法理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什么是说一套做一套？咱们回到《水浒传》，石碑是不是宋江集团炮制的？书中的确没有明说，但是石碑上的内容却让宋江甚为欢喜。这欢喜一，绰号改成呼保义，保全忠义，听着就像大官。对比之前的及时雨，像个做慈善的，还有孝义黑三郎，不就是铁柱、拴狗和富贵？这欢喜二是梁山的权力结构，我宋江指挥旧军官，旧军官带领绿林好汉，梁山俨然一个小朝廷啊！如果招安当官，我还不排在前头吗？啊，哎，梁山的阶级划分非常符合士大夫幻想，而宋江最想成为士大夫，会打仗能出钱的往前排，有如关胜、柴进，而那些杀人放火的座次排位就很低。你会发现旧官僚成了假老爷，而绿林成了真草民，唯有决策层是人畜无害的读书人。当然卢俊义是个例外，你把他看作梅德韦杰夫就好了。政治的核心是人事，人事的目的是路线，宋江的路线是招安，招安的前提是人事。于是决策层一琢磨，正好兄弟们都很迷信，不如弄一套天降祥瑞，上面就写2个内容，先写忠孝两全，再写天罡地煞。由此梁山与皇权、官僚和主流价值观达成和解，招安水到渠成。说实话，这个说一套做一套的政治正确，一不小心就会政治不正确，所以我只能这么讲。宋江的人生路径很像大多数中年人的写照：少年读书有成，青年怀才不遇，中年谋权上位，吃了亏就闷头喝酒，做了脏事就回忆从前。要是一边喝酒一边回忆，常用的口头禅包括但不限于，是不是不给我面子？想当年我如何如何，这事儿你不管了？这年轻人，我操，这胆儿也太大了！宋江的权谋，说好听点叫师出有名，说不好听叫两面三刀。所以我们要学会分辨，不要听一个人怎么说，要看他怎么做，以及警惕那些声称为你好的说辞。在成人的世界里，有一个神圣的词儿叫国产，往往相对于欧美和日韩存在。有时候为了体现多元化，也会加上印太、拉美和非洲。为什么神圣呢？因为国产这种作品语言相通，场景熟悉，能在文化上产生共鸣。缺点嘛也有，比如画质差、镜头摇晃以及略显生涩。和成人世界一样，工业和科技领域也有自己的国产。国产汽车、国产动漫、国产电影、国产手机、国产芯片，最近听说正在搞国产 AI。有时候哪怕你做的事儿很平常，只要前面加一个中国人自己的，事情马上就高级起来。中国人自己的大沙发，中国人自己的帕梅拉。当然，我自己也不能免俗，这期影片的初稿也叫中国人自己的政治正确。中国人自己的叉叉，这么说的用意是什么呢？自然是迎合民族情感。正所谓采天地之精华，汇日月之灵气。你瞧这杯奶茶，茶叶是明前采的，奶精是自主研发的，牛奶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，白开来自长白山陈年积雪。
哇，这个奶茶是比日韩欧美有感觉哈。这个用明前的奶茶和用立顿的奶茶究竟有什么不同呢？那区别可大了去了，当真是好有一比。在亚马逊大森林，每60秒就过去1分钟。在未婚先孕的人群当中，大多数都是女性，又有谁能想得到18岁花季少女4年前竟然才14岁？在众多国产当中，国产电影最为引人注目。《甄嬛传》讲的是清宫故事，然后有人去故宫旅游拍照说，瞧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环球影城。去年有一部玄幻电影《封神》，映前看到有人吹嘘说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《指环王》。头些天的春节档，票房冠军是《热辣滚烫》，号称中国版的《百元之恋》，说是贾玲为了这电影减肥100斤。我头一次听到“热辣滚烫”这个词儿，第一感觉像火锅底料，不能是海底捞的底料，得是龙头寺一条街的老汤底料。后来听人说，这是一部翻拍电影，原作是安藤樱主演的日本电影《百元之恋》。我当时一下就着急了，中国人的电影怎么能翻拍？翻谁不好还翻拍日本？不知道我们要自主拍片吗？不知道我们要持续谴责日本吗？真的是红蓝 buff 叠满了。官方宣发显然也明白自己这把玩大了，左右互搏都掐麻筋上了。后来人家把重点放在减肥和励志上，那张中国版《百元之恋》的海报现在也找不到了，实属安全着陆之典范。中国电影的例子是国产这则政治正确的缩影，原因也早有结论。已故作家王小波曾在《中国为何没有科幻片》一文中写道，假设我要搞的是《侏罗纪公园》那样的电影，我要怎么跟上面说呢？我这部片子现实意义在哪里？积极意义又在哪里？为什么我要搞这么一部古怪的电影？最主要的问题是，我这部电影是怎么配合当前形势的？这些问题我一个都答不上来。这样一想，结论就出来了，当初我就不该给自己找这份麻烦。在我短暂的生命中，一直有一个疑问，为啥我家每代人都在盖房子或者买房子？我在小说里也写过，主人公陈新民对儿子说，你爷结婚的时候，我爷给他盖了2间瓦房，我结婚的时候，你爷给我盖了2间瓦房，等你结婚住上楼房了，那也是我盖的。后来看很多纪录片才知道，英国、法国等地的房子随便一看就是上百年历史，住人也是辈儿传的。皇室贵族的房子就更不用说了，随便一个什么伯爵的城堡都是几百年打底，住不住先放一边，修个安检门还能卖票。咱们这儿似乎只有故宫是这样，其余老物件都是后来挖出来的。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？是我们造房子手艺差、材料差，还是中国的雨水风沙比较大？这个问题分成2个部分。第一，确实是环境和材料问题，木结构建筑容易腐朽，不易保留。第二是文化原因，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很少有地久天长的概念，更多是难民心态。房子建得再好，只要战乱饥荒一来，都得变成流离失所的逃荒饥民。看过电影《1942》的朋友应该对逃荒有了解。大饥荒一来，只有地主家有余粮，按说他很安全吧？但是广大饥民哪管那么多，先把地主抢了吃顿饱饭。地主家的粮食吃完了，地主本人也成了饥民，也得抛家舍业去逃荒。地主依依不舍站在门前，看着自家3进大院子，心里不免有点后悔，当初就不该修这么好，可惜我那几根楠木大梁喽。这种现实苦难发生多了，人就有一种反思，人呐，不能太认真。当绝大多数人都不认真的时候，唯独你自己认真，就显得非常不合群儿。笑。凡事不能太认真，也是一种政治正确。比如你不胜酒力，有人非得逼你喝，这时候你就不能太认真，说什么我身体不好，喝酒伤脑子，明天还有事儿等等。你要是一开口，人家后面一堆话都备好了。大过年的大过节的，来都来了，多大点事儿都是朋友，看我面子，买都买了，习惯就好，毕竟长辈将心比心，退一步讲，都在酒里。吃饭只为吃饱，养儿只为防老，盖房子为了随时能跑。其实这种得过且过的心态，远不止认不认真那么简单。要知道，无论什么事儿，稀里糊涂的结果只会一败涂地。事儿不能不做，但又不想太认真，怎么办呢？当然有办法，比如把智力用在琢磨人上，再把人分成低情商和高情商2种。低情商的人爱较真儿，但往往能出成绩；高情商的人习惯撒谎，总能骗到那些成绩。反过来说，当低情商试图跟高情商讲道理，那他已经上当了。你这是坑我！而高情商的人看到有人讲道理，心里一定在骂那个人是个傻瓜。谢谢啊！你看看，你会发现，高情商和低情商的合作，其实就是金圆券买黄金的把戏。等你手上的黄金没了，游戏也就结束了。至于此前的种种甜言蜜语，都是相应情形下的表态，并不是什么海誓山盟和情比金坚。如果不好理解的话，我翻译翻译。比如女朋友对你说，没本事的男生才会觉得女生现实。
比如老板对你说，眼光放长远一点，没时间照顾老婆孩子，说明你在进步。听到这儿，你还想讲道理吗？认真呐，你就输了。作为网瘾少年，对阿里巴巴还是很有情感的。人生第一次知道纳斯达克，也是因为阿里巴巴和马云。2012年，我做兼职时薪7块的时候，淘宝天猫销售额达到1.1兆人民币，阿里全年营业额318亿。2013年，我的时薪涨到7块5，干一天只够在淘宝买双皮鞋。阿里则像个陡然而富的阔少爷，拿着钱在全世界买。入股众安在线19.9%，收购新浪微博18%，收购高德28%，认购余额宝占51%。也是在这一年，马云怀揣着成功经验，在全世界巡回分享。5月的一天，他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说道：“我认为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。”这句话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为新闻标题，直到现在仍然脍炙人口，还因为其句式本身存在辩证关系，成了一个困扰人生的哲学话题。你看哈，假如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，是对的，那么没钱这个问题究竟能不能用钱解决？人们常开玩笑说，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没钱。其实人家演讲全文还有后半句，说钱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而已。我读完前后文，大概总结一下，马云当时可能有2层用意。第一呢，创业者应该去解决问题，只有解决问题才能赚到钱，也就是创造价值等于创造财富。第二呢，就有点炫耀意味了，意思是说我现在问题解决了，所以钱对我来说不是问题。后来的故事耳熟能详。2014年9月，阿里巴巴在美股上市，直到最近的2023年底，短短1个月时间，字节跳动和拼多多市值陆续超过阿里巴巴，这标志着互联网3巨头 BAT 成为过去式。虽然百度早就过去了，张一鸣和黄峥的崛起并不能证明马云和阿里的故事结束，但马云所代表的时代似乎已经结束了。奇怪的是，那个时代的精神遗产只留下一句不像话的话：能用钱的都不叫事儿。如今这句话已经成为政治正确，家庭不幸福因为没钱，公司要倒闭因为没钱，亲戚关系差因为没钱，似乎一切让人头疼的问题都是因为没钱导致的。但我们复盘这个故事会发现，没钱并不是原因，而是结果。为什么突然没钱了呢？回顾那个高情商和低情商博弈的故事，大家到头来都会发现，认真我就输了。于是两者都不情愿创造价值，而是把脑子用在糊弄上，可最终糊弄的都是自己。别这样，老师。其实阿里巴巴的沉浮是整个社会的缩影。我们从最初的务实、谦卑和好学，变得傲慢、狂妄和遥遥领先。2008年，乔布斯从一个牛皮纸袋里拿出第一代 MacBook Air， 大洋此岸的人们无不夸赞。这种感动是全人类共通的，以至于到今天提起乔布斯，人们依然赞叹有加。可对后来的 Apple 产品就不像当初那般包容，甚至充满了恨铁不生锈的恶意。让我害怕的是，我们对佩服乔布斯的记忆，一如我们对马爸爸不像话的记忆。就算时代变了，记忆仍像思想钢印一样，变成了精神遗产。既然没钱是结果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不如回到马云那篇演讲的开头，去看看曾经的我们。大概95、96年，有天晚上，马云骑自行车下班，路过杭州文二街，发现有人正在偷井盖。他心想，对方都是壮汉，自己又不会武功，于是骑自行车去找人，找了5分钟没找到，又独自骑了回来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他踩着脚蹬子，随时准备逃跑，然后大声喊道：“你们把井盖放回去！”接着旁边有人问怎么回事，马云怯懦地说：“他们偷井盖。”后来才搞清楚，这是当地电视台在做测试，而马云是那天晚上全杭州唯一通过测试的人。记者问马云为啥见义勇为，马云说就在前几天，刚有个孩子掉进下水井淹死了，他不想看到悲剧重演。我就过来想看看边上有没有警察之类，然后再回国。我跑了4趟，已经跑了4趟了。最后一个政治正确，祖宗最智慧。我的整个进退系列差不多都在冒犯祖宗智慧，从彩礼制度到儒家传统，从《黄帝内经》到《本草纲目》，被人一路骂成汉奸。还有人拿我的名字做文章，说你看他居然姓耶律，说汉奸都是抬举他了，丫就不是中国人。好嘛，我这名字本来只是为了有趣，让这些人一埋汰，意外多了层文化属性，瞬间高大了起来。这让我想起考古学家许宏的一句话：中华文明史的本质就是一部不断胡化的历史。五胡乱华、衣冠南渡、蒙古帝国南侵、鉴真女周入关，共同塑造了东亚汉文化圈。说汉文化包容也好，汉文化侵蚀性强也好，总之一直保持着影响力。可是许宏在对许知远讲这些话的时候，仍然吞吞吐吐，择词造句。我很难想象一个象牙塔尖的人居然如此惧怕讲事实，
要把难言之隐表演出来。许宏站在考古前沿寻找华夏的起点，最多才找到3700多年。有些中医粉给我留言，已经声称7000年中华史了，比口嗨的5000年还多2000年。那是大师。这些人的智商如何我不知道，但文化程度确实低。估计你问他秦朝距今多少年，他都未必回答得上来。那倒是。他们对文化的理解仅仅停留在中医中药、三七四切和裹脚缠足。他们能读懂的文言文也只停留在唧唧复唧唧、木兰当户织。这就不容易了。这些人的内心深处大概率也认为馒头比方便面健康，明钱比立顿高级，井水比自来水好喝，野果子比大棚有营养，老中医比三甲会看病，诺基亚比苹果更结实，14纳米比3纳米更先进。您这精神物质两把抓。就这种水平，非要假装传统文化的味道是他们口中的传统文化，能是我们要反思的传统文化吗？显然不是。咱们活学活用，不看他们说什么，看看他们做什么。比如这个人明明自己有病，有强烈的处女情节，完了说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传统。又比如这个人很腹黑，不管做什么都想不动声色捞点好处，然后说这玩意儿叫厚黑学，也是老祖宗留下的。你看，同样是一个人，认为肉体越用越脏，所以越干净越好，脑子越用越灵活，所以越肮脏越好。其实呢，他只想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但是因为手法过于拙劣，不仅没精致起来，反而成了愚蠢的利己者。我虽然嘴损，但很少针对某个人，可是我发现越是忍耐，他们影响力越大。这种影响力并不是有理有据和自成体系，而是一个个碎片化表态，导致每个话题讨论完都像蝗虫过境一样，只留下一片狼藉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所谓传统文化是没有领袖的，没有一个集大成者带领这个事情往前走。我直接回答好了，因为传统文化一再告诉人们树大招风，枪打出头鸟，打根上起就限制了自身发展。每天被这些没文化的人淹没，再看如今的知识分子，就显得非常有勇有谋。生物科技行业有尹烨这样的人领头，土法领域有罗翔独树一帜，二人始终坚持向大众传播知识，而且不厌其烦地表达人文关怀。他们身上不仅有传统文人的骨气，也有现代文明的思辨。那么有人会问，难道传统文化真要全盘否定吗？这个问题是我编的，因为我想给进退一个进退。就像我不认为方言等于落后，也不认为普通话等于文明。理性、科学和人文主义当然会战胜蒙昧、自负和野蛮，而且它的生命力远超政治和经济。当代知识分子的坚持大都源自这个判断，可是人们无法战胜自身渺小，这份坚持多少带点悲剧色彩。既然悲剧，为啥要说？这就绕回了我的初衷，用理性追随理性，用科学获得科学，用人文主义启蒙人文主义。换成人话，在没有希望的时候，仍要留有一丝希望。54的时候，我们在 to be or not to be 之间选择了 be， 而当代知识分子显然在选 all。这个选择是知识分子留给文化的希望，也是他们留给自己的希望。